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电子节气门。这一颗是一个朋友换下来的，然后我本来是想要拆开来给你们看，但是我跟他借过来的时候，他有千叮咛万嘱咐我不要鸡婆，他想要留下来当备品，所以我没办法拆开给各位看。那他是说他这颗故障的原因就有点像之前有一个网友说他的怠速，他也是电子节气门的车，然后他的怠速会自动的提速，然后我朋友是说他的状况也类似这样子，所以有去原厂看过，然后原厂跟他说应该是这颗有问题，然后我那个朋友是已经去找一颗换下来，然后他的车现在是都正常了，所以这一颗他自己想要处理，那所以我就没办法拆给各位看。那基本上电子节气门来说，电子节气门跟传统节气门，等一下哦。那电子节气门跟传统节气门来比较的话，基本上最主观的就是电子节气门少了很多零件，譬如说取代的我们就不讲，譬如说传统节气门是拉钢索的嘛，所以它有一个这个里面的蝴蝶阀控制弹簧。那因为电子节气门它是由马达取代，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谈，因为它也有，只是驱动的方式不一样。那后面就插了怠速马达，然后EGR废气回收系统，还有可能热水管，大概就插了这些东西，还有怠速调整螺丝，基本上电子节气门上都没有，它都是以这个下去做取代了。然后像 EGR 废气系统，它可能是直接导向了节气门的某个地方，由那边把它取代掉。但是其实 EGR 废气回收系统也很容易造成节气门蝴蝶阀的污染，但是这个众说纷纭啊，有人说是比较不会。那其他的话，大致上就不会有太多的差异。然后我们再回到电子节气门上来讲，应该来说，以福斯这一型车来讲，它好像没有了，因为在它耳朵这边看不到有金属垫片的痕迹，只有这个稍微有点感觉，但是这个不太像，它好像是用一个橡胶 Parking 去取代了节气门的那个结合处的垫片。然后电子节气门好像在断电以后，它会呈现这样子开启的状态，反倒是它通电以后，它才会有作动，才会有那个弹力。因为我这样压，它的弹簧是反向，就是它的弹簧的施力方向是迫使蝴蝶阀做开启，那很有可能是熄火以后它就会呈现这种状态，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还没有机会去拆解到有电子节气门的实车。然后我不知道这样你们能不能看得清楚，下半部比较干净，反倒是上半部都比较脏。好，再来就是这一根轴的两端都会有很明显的油污，因为气流过去以后，就算你只有开启一点点，中间这根轴的阻力还是在，所以它两边一定会有类似一个老流的状态，所以光线不是很好，所以这样看起来两端那边可能平时啦，可能就要稍微那边就要去做清洁，因为电子节气门
它的作动是被一个这个步进马达所取代。那基本上步进马达它的优点就是它可以无段的作动，它不像一般马达是一直旋转，它可以无段的作动，就你要它到什么角度它都能到。而且这种马达我相信车厂会设计这样子，一定它有它的扭力值在，因为我这样搬这个蝴蝶法它的弹力蛮强的，但是我这样在搬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样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个间隙的声音。我轻轻的摇晃蝴蝶法，有一个可以听得到一个咔啦咔啦咔啦声音，这个表示它里面的齿轮，它每个间隙都蛮大的。这个会是因为这个状况有问题吗？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基本上来说，这种必须做精密角度，当然没有到那么精密啦，就变成说这个声音任何角度都会出现，那就表示它里面齿轮间隙都很大。然后因为不能开这个，所以我只能用猜测的方式。我相信里面应该就是马达主体，然后一些齿轮可能去放大它的扭矩，然后弹簧，因为毕竟我刚刚有讲它的弹簧的弹力应该蛮有力的，所以它里面应该是靠很多齿轮去放大它的扭力，降低马达的负担了，然后下去做动。但是我目前听过这么多电子节气门的车出状况，很多都是电子节气门自己会乱动。它里面应该有一个位置感测器，那因为那个位置感测器它必须送讯号回去给电脑，然后让电脑知道节气门现在的蝴蝶法开度是多少，然后它必须去做微调，它必须去综合当时的车况跟油门踩踏的深度下去做判断，然后去取决蝴蝶法必须开启多少。那蝴蝶法目前这样全关的话，我这样是看到一点点间隙了。正常来讲，其实说实在话，像这种没有怠速马达、没有旁通气道的电子节气门，应该它有点缝，应该算是正常。哦，没有，它也是没有缝，我刚刚没有压紧，它这个看得出来也没有缝，都看不出来有缝，可能是我压太紧有可能。然后，后面很脏。这边是进气端，然后蝴蝶法一样，它有一个倒角，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出来，它有一个斜角，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反向的斜角，因为它关起来的时候，它必须去密合外面的圈，所以它做倒角的设计是正确的。那背面的话，这样子，因为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个安装方向好像是这样子，它一边比较干净，虽然都很脏，但是应该看得出来，一边比较干净，一边就很脏。然后下半部这边比较干净，上面就很脏。这个就是蝴蝶法在开启的时候，因为毕竟它不是全部全通，它还是有一个老流的状态在，所以它一定会有一部分会比较干净，一部分比较脏。
假设这样是怠速，当开启的时候，气流往下跑的几率会比较高。然后因为蝴蝶法在这边，所以开始扰流。然后这边可能就是，其实蝴蝶法后半部，蝴蝶法之后的这个油，有人讲是 PCV 法带出来的废气。然后如果是以传统车辆、传统节气门来讲的话，因为前面还有一根呼吸管，所以也有人说是呼吸管造成的。但是呼吸管那边你要去解决，你要去降低它的油污程度，有点难度啦，因为毕竟那根呼吸管它又会进气又会出气，你要如何去设计去拦截它的油气，这个有点难度在。这个我想了好久，我还是没有想出解决方案，等我想出来再跟各位分享。然后我目前还是比较建议这个声音。我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不是正常，但是感觉啦，好像间隙有点大的感觉。然后电子节气门就像我刚刚讲的，最常见的故障就是，当然它不作动，马达坏掉，这绝对就是故障。但是它有一些很轻微的故障，譬如说它里面那个有点像 TPS， 就是节气门位置感知器，它那个毕竟也是靠一个像油表那种感测的装置，它会去测蝴蝶法的位置。如果那个过度磨损或那个侦测有问题的话，或就是讯号在回传有问题的话，它很有可能造成节气门，就是电脑去判断油门深度上它会有误差。譬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只踩了1/3，但是如果位置感知器出问题的话，它可能会误判说你是踩了比1/3小，或者比1/3大。其实电子节气门这个，我一直很纳闷，就是说，电子节气门是真的有那么好用吗？我是觉得很纳闷啊，因为毕竟电子的东西，它什么时候要出状况很难讲，而且就像稍早讲的，电子节气门它全部的作动都是靠电脑下去判断它的去判断油门的踩踏深度，然后当时引擎的状况，它需要进多大的气，或者说在怠速的时候它必须开启多少去对应它该有的怠速转速。然后这也就是我刚刚讲的电子节气门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它这个很有可能会自己动，它可能会微调。就像我刚刚讲之前那位网友讲的，他自己的怠速会提升，然后跟我这个朋友一样，他也是偶尔他自己的怠速会拉转速，然后再掉下来，拉转速再掉下来，或者说可能就直接就是怠速不稳。我是听我这个朋友讲，他有去做这个的电子节气门的校正很多次了，刚校正完可能都没问题，但是过一阵子就又开始了。然后再来就是基本上最常见的电子节气门故障应该就是我刚刚讲的，它的开启角度不准确，或者说它可能在该关闭的时候它会抖动，因为毕竟蝴蝶法的气流的瞬间改变就会影响你的怠速，但是最常听到的就是这个问题。马达老化，或者说那个节气门开度感知器有问题，它回传的讯号不正确。
导致节气门开启有问题。好啦，反正既然不能拆，那能够这样子解说的点也不多。那今天这个电子节气门简单的介绍，跟平常该注意的就是两端。节气门在清洗的时候，对了，电子节气门在清洗的时候，你不要故意的去扳它哦。这个在通电状况下不能乱扳，你这个可能会因为你在通电状况下，它可能马达会维持在某一个点，你硬去扳它的话，很有可能会把里面的齿轮啊，或者是一些东西搞坏掉。那平常的话，可能有的车好像有那个调节器吧，我不是很确定。那平常就是其实钢索节气门也是一样，平时就是注重两端，这根轴的两端它的清洁性，因为那根轴它的转动的顺畅与否跟你的油门反应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他的就可能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好了，那今天这个电子节气门的介绍就到这边了，谢谢各位，拜拜。